疙瘩汤真方便，要想做好也简单。先炸葱后炒酱，扒了疙瘩你别愁，选好盆儿放好面，1分钟就成型。您好，我是妞妞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才艺表演是西红柿疙瘩汤。今天这锅汤如果味道打10分，其中5分取决于西红柿的味道如何。西红柿得选新鲜的、汁儿多的、颜色好的。简单总结就是生吃也特别好吃的西红柿。使您最熟悉的办法，把这个西红柿去皮儿，切成丁儿，过会儿我们炒酱用。第二个重要的味道，也是最提香的部分，就是对这个葱的处理办法。炝锅的这个葱要选大葱，大葱炸出来这味道比小葱味道要香很多。这葱切成小粒儿，一会儿炸的时候味道更容易出来。起锅烧油，平时你经常听一句话，就是说油热了再下葱炝锅。这个油热到什么程度？现在这个程度就是120度以上，应该在120度到170度之间下这个葱是最香的时候。这个葱能非常迅速的散发出它这个香味儿，时间不能过长，看到有一点焦，闻到了特别浓的葱香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下西红柿粒，把它炒散。直到这个西红柿酱炒出了这个红油，这酱算是炒好了。点一点生抽，调一下颜色和味道。下水煮开，这个满是香味的西红柿汤底算是做好了。即便是不放这个疙瘩，你喝西红柿汤味道也非常的好。等水开，我们在这边扒了疙瘩，找一个轻便的大盆儿，手上有这样把手的就更好。倒一点普通的中筋面粉，这个面粉量不要太大，让它在这个盆里能充分的搅开。把这面粉摊开了，放水，这个水您可以一次性放，也可以分多次少量的放。水放进去之后，左右手打一个配合，左手前后左右摇这个盆，右手顺时针逆时针的搅动这里边的面。这样这个水就被打散了，一个个小水滴沾上了面，就成了一粒一粒的小疙瘩。今天做2个版本的疙瘩，这个是给小孩做的辅食，希望它越碎越小越好。左右手打好配合，加快速度，频繁的顺时针逆时针交替，这个疙瘩就会越打越碎，越打越小。看这小疙瘩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，而且底下没有一点干面，这疙瘩打到现在算是打好了。这个给宝宝当辅食的话，放到汤里非常的好消化。这盆疙瘩是我用刚才那种方法做的，如果是年轻人或者牙口好的，您想吃大疙瘩，可以放一点水，稍微一扒拉就能出来很多大疙瘩。这个大疙瘩吃着一点都不死，特别的活，因为是这个小疙瘩组成的。水开了，下疙瘩，放一点盐，最终调味儿，再薄薄的打一个蛋花儿。来一点小虾米提鲜，加一点小油菜，给这锅汤加一点颜色。您注意到没有，我这个油菜上边有好多虫子眼儿，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菜市场买的非标准蔬菜。这一锅汤就算是做好了。我先来一碗尝尝，这个汤里有非常香的葱香味打底，还有浓浓的西红柿的香味，以及小虾皮的鲜，还有小油菜的清香。这样的汤滴一滴香油在里边都觉得多余，所有的食材以及味道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这边瞧这边看，宝宝辅食走一波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做那个最小的疙瘩，这个小疙瘩孩子吃了特别好消化。我这个菜叶切的比较大，您要是做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菜叶剁得碎一点。做法还有配料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里边我没有放盐。
我家慧慧特别爱吃这个，从小吃到大，所以我第一个做饭视频拍的就是这个汤。您也可以试试，也许能解决您家孩子不爱吃青菜的问题。我们下期见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请您订阅我的视频。我是妞妞，再见。